嘛，爱记起赞购、起订阅，请刷介绍给你所有的朋友哦。哇，熟悉的西门。大家好，我是美食说一千切，我现在人正在西门，看这个彩虹就知道现在是在西门。今天要来拍一个非常有趣的主题，因为最近呢，罗 PD 跟大明来台湾玩的影片非常的受欢迎，重点是里面的店家有很多我都没有吃过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很特别的是，我们要跟着外国人来游台湾，去吃吃看他们推荐的美食。但是呢，各位大家手一起举起来，我们在观光客下面的留言呢，千万要友善，好不好？千万不要留言说。那首先呢，我们现在在西门，当然就是要前进我们的第一家阿中面线。今天就是一日的观光客，耶！哇，年轻的感觉。哎呦，头晕！哎，这里不愧是西门观光区啊！你看，它还有附那种手炒珍珠打卡。因为我太常拍那种就是大家比较私房景点，所以我已经很久没有到观光区了。这哇！阿尼亚塞哦，等一下有人问我，我就要这样子跟他打招呼。哇，这个人会不会太多呢 ？Many， 好，我们去排队。50번， 50번。谢谢。耶。有说到，因为我昨天才刚学这首歌好，对不起大家。我现在买完阿中面线，外围人虽然很多，但是其实排队速度超快的这好像是我第一次吃阿中面线，我其实有点小期待。哇，它的面线密度超级高而且它其实没有到非常稠的那种类型。口味上呢偏甜，柴鱼味其实算蛮重的那一种类型。然后它的面线啊是有一点弹牙，它没有到软烂，汤头是属于偏比较轻，然后没有到勾芡非常重。对我来说是及格的面线，因为我觉得它味道还蛮够，就是属于偏甜的那种类型。然后大肠是偏脆口的，我个人比较喜欢吃软烂的那种。有卤，但是不多。我觉得它的蒜有点特别，是因为蒜，我通常吃面线，他们的蒜酱都是蒜泥的那种，可是它刚那个是有加酱油那种蒜头。加辣。等一下对，加辣油，甚至不记得我那个鱼油跟银杏真的要补一点。我很喜欢它的面线面线本人是 Q 的，而且它粗细不一，所以你不会觉得，因为有些面线吃下去就咻，你会觉得它好像就是很一致的口感，可是这个是比较不一样的。我刚刚在买的时候，旁边就是都是韩国人，然后在问酱料，这回不一定哦。好想加 NC， 为什么他们有？你等一下去看一下。对耶，没有 NC。吃完了，如果大家想试试看面线的话，我个人还推荐3间。一间呢是乐业面线，一定要加辣，我觉得它辣非常的香。然后第2间是黄金面线，它的大肠非常的好吃，软烂又入味哇！而且满岛光我去吃过，我跟你讲，真的超级好吃。然后第3间是同安面线，一定要搭一下它的臭豆腐。下一间，我以为按下去就想笑。我们呢现在正在前往士林那一间大明吃的津津有味的铁板烧，然后只能说不知道为什么，觉得大明吃什么我都好想吃。他一吃下去的时候，那个幸福的表就觉得什么东西看起来都好好吃。罗 PD 的节目，我个人非常推荐大家看。如果你是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罗 PD 的综艺节目的话，我可以私心推荐几个罗 PD 的综艺节目给大家。就是首先第一个，如果你是没有在追韩国就是 K-pop 类型的，然后韩国的 idol 你都不认识的话，我会推荐你追《蹦蹦地球室》。可如果你对那个韩国 K-pop 有一点了解的话，我觉得可以追《新西游记》。《新西游记》我真的拜托大家一定要追，因为真的超好笑。好
久没有来士林夜市了。我上一次来的时候呢，是拍日本节目，跟某位鸭子一起。好陌生的地，我今天会不会一整天都在讲说好陌生的地方？来哦，他们影片我有认明，好大大。他们有说这个鸡排非常有名。我还记得我之前吃它是路边摊呢。等一下，哇，这颗苦瓜，那个苦瓜，太无开。营业中。我问天，我问天，为何古国讲有开？被掐脖子的哆啦 A 梦。我只有在旁边吃过黄记卤肉饭，第一次来双城夜市。葱油饼你在哪里？哎呦，吹到啊，吹到啊，吹到啊！底下，这间。 내가 시장에 서서 먹는 값비싼 베이징덕 맛이야. 来，我们买到了双层的葱油饼，而且我跟大家说，我选了一个甜面酱，然后跟一个酱油的，因为我们怕甜面酱我有点吃不太习惯。不过它可以加的酱料超级多，你看一下这个，哇，里面还有加9层塔。 哇，它外面脆，然后里面是有点 Q 跟松软的那种口感，然后没有什么吃到它的甜面酱的味道，可是我觉得它的9层塔味道蛮香的，所以它其实吃一次蛮刷脆的。不过它饼可以再酥一点，我觉得会更好，就是它好像可以再稍微再煎一下。没有烤鸭的北京烤鸭好像还好。它就是葱抓饼加9层塔啊，9层塔我就喜欢啊，葱抓饼我也喜欢啊，加蛋我也喜欢，就觉得味道还不错。但我个人觉得，可能酱油膏会更合我口味，因为我刚刚还点了一个酱油膏加辣的，哇，啊，我吃到甜面酱了，后知后觉的甜面酱，我觉得还是加酱油膏跟辣椒酱凶适合。我觉得它是那种有经过可以买，但不用特别来。啊，那你嘞？ 啊，对，差不多是这种感觉。这附近有一间我喜欢吃的卤肉饭，叫黄记卤肉饭。然后刚刚我朋友有推荐我，地瓜球蛋是夜市最伟大的发明，很好吃。好，我们要去下一间。西瓜，西瓜就好了吗？西瓜就好了。然后我们刚有找到那个罗 PD 他们吃的西瓜了。我们接下来要走他们的行程，当然连西瓜也是要给它买起来。我们等下就来车上吃一下。让我们来试一下冬天的西瓜。没有到很甜，但是是松的，还不错呢。等一下，有点出乎我意料。我本来想说冬天的西瓜应该会超级不甜，但是还 OK 哎。 台湾的水果不愧是台湾的水果，没丢席。虽然不够甜，但是那个刷感还是不错的。我好像在嘴巴里面喝西瓜汁哎。那我们吃西瓜呢，要继续前往我们的下一间。下一间干嘛呢？096个，等一下好抬。下一间我们要去酒吧。 아 힙하다. 난 사실 이런 데는 나 혼자는 잘 못 와. 돌아왔습니다. 来喽，我们点了这个是高粱女士。我们来到这间罗 PD 跟大米他们来的酒吧，然后这间蛮特别的是，我之前其实有来过，然后是6年前拍乡人的 Swag 舞教的那个宣传的短片的时候有来这边过，但是我们那时候来的时候，这间店是没有开的状态，所以这算是我第2次来，我觉得还蛮特别的。而且它2楼是一个表演空间，所以现在楼上有乐团在表演。因为我看 Google 评论，很多人推荐精酿，所以我也点了一杯精酿，这一杯叫丑 ugly，
但是我们先喝高粱女士。哇，很香呢！这个里面是高粱加艾必斯的味道呢。因为本身很爱喝调酒，它算是酒本身的体感蛮重的那种类型。我们喝看这杯丑。他说9点半之前是 Happy Hour， 然后呢，他有说几号就是有在特价，可是我看到他的名字的时候，我就会忍不住想点它，因为我觉得丑，就是很想点它。啊，好，丑可以耶，丑，有啤酒味，然后苹果味也有一点，可是它就是有一股。而且我觉得蛮有趣的是，因为我刚来这里的路上，因为那时候我看罗宾迪他们的影片的时候呢，我就觉得这间店的外观很熟悉，然后我就想起来我那时候是拍商人的影片来这里的嘛。然后我再回去翻那一支睡午觉的影片之后，我发现那一支影片6年前的，6年前的我还是还。而且那时候呢，我就划了一下上面的留言，他们说芊芊好可爱。那时候是我正受欢迎的时候。6年前你有看我的影片吗？有啊，但我觉得没有差了。麻烦这一段重播3次。可是你刚刚买西瓜，阿姨都叫你妹妹，还有那个葱抓饼也叫你妹妹啊。你闭嘴！今天是那个世新大学音形社。哇，好青春！因为刚刚讲到热音社嘛，然后又讲到热舞社，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热舞社。我五专时期呢，满心幻想就是热舞社有很多很漂亮的学姐，就殊不知那届的热舞社是第1届，要报名热舞社的人非常的多，大概超过50个人吧。我们就是要加进去热舞社的人呢，就一大群人。坐在那个有点像是操场的地方，然后就每5个人站起来，你知道，然后老师就会挑出他觉得 freestyle 跳最好的人，然后叫热舞社。我跟你说那段真的是，我真的很想死。我们那时候50个人嘛，每个人站起来好像都有那么一回事，然后我也好像有那么一点点没有那么的一回事，所以当然就是我就没有成功加进热舞社。如果有人跟我一样没有加进去热舞社的话，没关系，我们现在呢还是肢体不太协调。但是有梦最美，好不好？电一的歌哎，太会放了，这什么？我觉得高粱女士还蛮特别的，然后我自己个人喜欢喝它的稠，我觉得大家有机会可以来喝看稠，就是它的那个味道，我觉得比较像是女生会喜欢的类型，就是稍微比较甜一点，但喝起来蛮顺的。最特别的地方是它的整个氛围，然后跟楼上它有表演空间，所以你坐着会有音乐，还有它的背景音乐放得很好，bartender很友善，然后你还可以就是坐着放空，所以我觉得这里的氛围蛮年轻的，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，你会觉得很young，可是那种young又不是潮的那种young，蛮好的。但是我们没有，我们要这间有开，它5点开，然后我们4点半就过来排队了。因为我前几天在吹上面看到它排队人潮蛮长的，所以我们就，而且前一天还有先打电话来问，因为避免像上次一样来的时候发现有没有开，所以我先打电话先确认今天有开。现在5点。되게 대만에서 온 불량한 프랑스 친구야. 我们进来了，而且现在已经是全满的状态了。好，我们就是来点罗 PD 套餐。首先它有点鸡腿排，另外一个是谁？羊肉。黑胡椒羊肉。黑胡椒羊肉，他们有点葱蛋，然后铁板豆腐煎，奶油虾仁，对，奶油虾仁。好，我们点3份餐，跟2个加点葱蛋跟豆腐煎，来试试看味道究竟是怎么样。哇，它这里真的有点金门高粱哎，金门高粱跟清酒还有绍兴，这里面真的超多韩国人。我刚刚以为第3组客人是韩国人，结果我刚刚看了一下整个座整排过去，蛮多看起来就是一看就知道是韩国人的，所以我在猜罗 PD 的影片真的效益超大，好强。
진짜 레스토랑에서나 쓰는 줄 알았는데, 그죠? 我们点的干煎的鸡腿排，然后跟黑胡椒羊肉都来了，来吃吃看味道。哇哇哇，虾仁也来了。那我加那个蒜酥下去，然后吃起来其实有一点香味，然后表皮是有点脆脆的，肉也蛮嫩的。哇，皮煎的超香，传说中厉害的酱料，炒任何东西，连炒鞋垫都好吃的。 여기다가 신발 밑창을 구워도 다 맛있죠? 그건 맛있어. 我觉得羊肉稍微有一点干，然后是想象得到的味道，然后黑胡椒的蛮香的。我比较喜欢鸡腿，哦，但真的很下饭。虾仁，但我觉得我夹的很丑。他说台湾比韩国好吃。奶油味也很重，是真的蛮脆的。我觉得它的虾仁跟黑胡椒羊肉的调味其实蛮像，就是奶油味很重的黑胡椒感。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选一个你自己喜欢的肉类，然后下去做搭配。哦，外面人现在超多，大家4点40来，你就不需要，因为通常等第一批等的时间会比较久，所以像我们第一批吃的话就会比较好。我喜欢这个鸡腿，再配一点它的洋葱，奶油洋葱。 很搭。它鸡腿真的炒得很好吃哎，结果我饭已经快吃完了，专门白饭杀手。哇，这个葱蛋好巨，葱蛋加黑胡椒奶油洋葱。因为大米在里面有说他看到台湾人点的葱蛋之后夹那个洋葱吃，他觉得看起来很厉害，所以我们就也跟着，好吧？我们今天就是外国人。我也蛮喜欢它的葱蛋的，我觉得葱蛋很可以点诶，葱蛋吃起来很香，有点家常菜的感觉。铁板豆腐，谢谢你的白饭。哇，吃铁板有乐趣，就是因为要坐在板前，然后看着师傅炒，他的手出现了，他的手出现了。 好吃的代表，它是附白菜。我觉得我根本门前清之王，清的速度超快。他如果没有限那个白饭要装几碗，我觉得我可能一道奶油白菜可以配2碗，豆芽菜可以配1碗，主食可以配1碗，很认真，可以吃到很饱，干干净净。 吃完了我们的阿义铁板烧，我们刚刚吃完走出来，人变超级多，请大家真的4点半来排队，我觉得非常的棒，因为我们就第一批速速的吃完，想说不要让大家等太久。你们是不是想要期待我今天速？No 吧？No 吧？这次整体吃起来啊，因为我是跟着他们点的，我全部都点嘛。我自己吃起来，我个人会推荐香蒜鸡腿排，因为我觉得它的调味超级像咸酥鸡，可是它没有外面那个粉，然后皮又煎得超脆，所以我还蛮喜欢那一个的。 然后另外的话，就是因为它副餐的话，它会有青菜跟豆芽菜，我还蛮喜欢它的奶油白菜的。虽然说那个奶油是比较平价的奶油，可是你知道那个跟白菜的甜合在一起，你就会觉得天哪，好好吃。那个白菜如果它是可以单点的，我可以再点个10份。我个人最喜欢的应该是这2个，只是我觉得如果大家点黑胡椒类的话，因为它都会加奶油下去一起炒，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点1份就好，分着吃，因为那个味道其实。 吃到后面会稍微腻一点点，葱蛋我觉得很香，很有妈妈的味道。它的 Google 评分数其实蛮低的，所以我来之前有一点紧张，但我觉得吃起来我觉得还算 OK。啊，对，因为通常铁板烧副餐，因为我都是买便当类型的嘛，它的副餐的那个咸度都会炒高一点点，但它的豆芽菜其实不会。奶油排菜虽然味道稍微重一点，但是属于偏甜的那一种，对，不咸的那一种。 那以台湾人指数，你会给几颗星？3.5到4分，所以我们一致都觉得，如果是经过不用排队，会进来吃。OK。吃完我们这一次呢，跟着罗 PD 跟大明吃台北。我先讲店家的部分好了，我觉得整体吃起来呢，虽然没有到让你觉得 Oh my God 也太好吃，因为
可能同样类型的店我们吃蛮多间的，但我觉得它至少都有一定的标准值以上，因为其实有一些 Google 分数真的蛮低的，但是我觉得实际吃起来还算 OK， 就是经过会去吃，然后但是如果要排队就会稍微想一下的那种类型，还蛮有趣的原因是因为很久没有到士林跟西门走了，所以跟着影片去吃的时候呢，在等的过程中就会有旁边的人，你就会听到他们在讨论罗 PD 跟大明的影片里面有推荐的餐点，触及到就是平常比较不会接触到的店家，然后去吃到新的店，其实蛮有趣的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，非常感谢大家看我的影片，就先这样，拜拜。久违的到西门跟士林走走，耳朵旁边就会有很多不同国家的语言，有一种好像又跑到国外的那种感觉，就是我觉得蛮有趣的。我觉得大家有兴趣可以跟着这行程走走看，